呆萌可爱的花园鳗鱼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3年前，昆桑花500块在网上买来一箱奇特的生物盲盒，价格不贵。打开包裹，从袋子外面看就不像什么正经鱼，细细长长的，好像一条蛇。装在袋子里也看不清长什么样。先把它们转移到小鱼缸里看看，一只一只的倒进小鱼缸，越看越像条蛇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！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花园鳗。参观过大型水族馆的朋友，可能都对他们有印象。昆桑每次来到水族馆，都会在这个区域停留很久。这花姑娘太好看了，不，花园鳗太好看了。他们会把大部分身子埋进沙子里，平时只露出个鱼头来，很少人可以看到花园鳗的尾巴。原产于印度西太平洋海域，世界上有30多种花园鳗。那么它们为什么叫花园鳗呢？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，先看看他的小脸。这长相说不上好看，也说不出难看，就像一根粗绳子上长了2颗眼睛一样。还好有这2个卡姿兰大眼，还是不怎么好看呢。身上满满的都是黑色的小点子，应该叫它啥呢？除了小黑点，身子中间还会间隔有一些大的黑点，根据个体的不同，颜色和形状各有不同。明明是鳗鱼，但是看起来就像条小蛇。还好这鳗鱼看起来没那么恐怖，那昆桑就忍不住上手摸一下。摸它们之前得闭上眼睛。昆桑感觉自己怎么都像是在摸蛇呢。摸了一会儿鱼，也该干点正事了。昆桑准备用这个小鱼缸养花园鳗，这是专门给他们设置的鱼缸。根据花园鳗的特点，底部铺上了10厘米厚的沙子，沙子也尽量选用比较细颗粒的。是时候把它们放进来了。这好像养了几根面条。好家伙，等花园鳗接触到沙子后，就开始用自己的尾巴快速挖沙子，然后躲进沙子里面，最后只露出个鱼头来。用有力的尾巴，这么喜欢沙子，那可得挖深一些。因为花园鳗的这种习性，如果沙子太粗的话，它们的身子可能会受伤，不能钻进沙子，可能很快就会被天敌吃掉BBQ了。听到昆桑这么说，最后一只花园鳗也迅速地钻进了沙子里。别看花园鳗看起来傻乎乎的，它们可是跳缸的高手。为了避免钱包受损，昆桑还是在鱼缸的顶部做好了防逃设置。长得像条蛇，可是胆子却很小，而且是个严重的社恐鱼。即使是有很小的风吹草动，都会把头缩回沙子下面的洞里，除非感觉到安全了，否则不会把身子从洞里钻出来。所以昆桑只能把它们单独养起来。如果和别的鱼一起喂养，那它们根本就抢不到食物。1天后，5条小黑同时伸出了头来。刚来到新的鱼缸，小黑们难免要适应一段时间。那么它们吃什么呢？在大海里，小黑们会吃一些浮游生物的小生物，这些长得像电线杆子一样的东西，得喂它们什么呢？昆桑先拿出了一些冰冻丰年虾，化开后扔到缸里2只。小黑们对这种食物好像没什么反应。昆桑又换了一些冰冻康虾，还是不吃呢。放到离他们近一些的地方，还是磨磨唧唧不张嘴，怎么这么客气呢？3天后，有只小黑的身子伸出来很长，这是不是代表它已经适应了环境呢？昆桑再次扔了一些食物，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些不吃的食物需要用吸管吸出来，避免时间长了坏水。昆桑只好花重金买来了和水藻一样的浮游生物，完犊子一样是不吃，饲养非常困难，可能也是他们没办法成为主流宠物的原因吧。忽然有一天，昆桑在喂食的时候撒了一些鱼食，好家伙，小黑好像吃了一口。这次昆桑把薄片饲料撕成碎片扔给小黑们，这样他们真的吃了起来。其他的小黑也该口吃东西了，不喜欢吃活食，反而喜欢吃饲料，这样昆桑没有想到。观察他们吃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小黑们和一根电线杆一样，不是自己的头去找食物，而是食物飘到自己嘴里，即使是吊在脖子旁边的，它也是毫无兴趣。世界上最懒的鱼可能就是它们了吧？你们俩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挤到一起去了？这看起来有点不正常，肯定有问题。原来不是搞暧昧，而是比谁脖子长呢。仔细一看，小黑身上像小翅膀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胸鳍吧？
这也太迷你了。小黑们成群结队，行尸露出上半身，随水流摇曳，远远望去，就像花园里的草随风摇摆，所以被称为花园满。半个月后，昆桑又买了2条花园满，这种颜色是橘黄色的，就叫它们小橘吧。身体形状和小黑差不多，但是图案和颜色却漂亮的多。把它们也放进鱼缸里，一开始它们还没有挖沙子，过了一会儿，这只小橘开始挖呀挖呀挖，很快就消失了。另外一只小橘也被传染了，不过这下整尴尬了，它用小屁屁导航，直接钻到了储水口里，怎么钻不动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几天后，可能是小橘的到来，让小黑们胆子都大了起来。就算是昆桑把手伸到鱼缸里，小黑们也不会躲起来。小橘只有一只会露出头来，另外一只消失了。即使是喂食的时间，它也不出来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一只小黑开始找茬，想和别的小黑打架，长得像一根筋。没想到小黑的脾气还这么暴躁。干什么？出来单挑啊！你以为我教你啊？单挑啊！你打我！来呀！在昆桑的劝阻下，一场战争才得以避免。到了第2天，他们又打了起来。这只小黑朝着另外一只的尾巴疯狂地咬着，这能赢吗？自然是不能的。昆桑决定把这个找麻烦的拿出来。本来以为它就是一根面条，没想到滑不溜丢的，还挺难抓。昆桑把它捞出来，送给了别人。暴脾气走了之后，整个鱼缸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就是小橘还是一如既往的胆小。好了，本期花园蛮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3年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青江，在农村的别墅旁搞了一个水池养青江，就是这个已经3年没换过水的池塘。昆桑想把池子里的水抽干净，很久没给鱼喂食，也不知道这些小鱼还活着吗？里面还有一条红鲫鱼，已经养了很多年了。池塘里还有野生的小青蛙，到底这池子里会有多少青江？把池子上的保护网去掉，池子里面已经杂草丛生了。想要看到青江的身影，必须得去除杂草。起初昆桑放进池塘里，好像只有10只青江，很快杂草就被清除干净。虽然看不太清楚，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青江的。癞蛤蟆也跑来凑热闹。这小青江们怎么捞呢？水浑的看都看不清，那能饮吗？上水泵抽水，昆桑找来一个鱼缸，抽入一些池塘里的水，用鱼缸上滤河里的过滤棉把池塘里的水过滤的干净一些。不过这水过滤了，好像也没多干净，把这脏水重复过滤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把水妖精通上电，开始打氧气。水草上有很多落叶，把水草整个拿起来试试。好家伙，好大一坨水草！清理掉池塘里的石头和落叶，还有旁边这根大沉木，小桥下面还有很多沉木，也都给他们拿走。终于可以捞青江了。捞的时候还不能抄底，底下全是泥巴汤子。把水搅浑了之后，小青江们都浮在水面上，很快一网子就捞了很多。没想到这10只小青江繁殖了这么多，轻轻一捞就有20-30只。捞了半天，这浅浅的池塘居然捞了有几百只青江。用大网子把这只小鲫鱼也捞出来，重新给池塘里加入干净的水，然后放入沉木和水草，水变得清澈见底。重新再把小青江放里面，从水下看看小青江们，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几个月后，昆桑看着这池塘是哪都不顺眼。还好农村啥都没有，就是院子大。昆桑想重新给小青江们建造一个大池塘，这片空地就很合适。还有这根几年前买的老沉木，正好可以放在新池塘里，一目成景。顺着地势把高一些的位置作为池塘的上游，首先用木棍和绳子做出池塘的形状，然后顺着外形开始挖。先把大块的石头去掉，接着一边沿着形状放上空心砖，一边开挖内部池塘的区域。空心砖用钢筋加固，有钢筋的位置先灌满水泥，然后把其他位置全部都贴上水泥。2天后，池塘的外壁搞定了。池塘的底部预留了一个溢流管道，把大沉木放里面看看，尺寸还挺合适。接着开始挖掘池塘，边缘留了一圈土，用来放苔藓或者种草。从上游开始铺水泥，
然后把小石头铺进去做装饰。一流管道也用水泥固定，池塘的底部用破碎的瓦片铺底，在上面开始铺水泥，等水泥彻底干了，放水测试。放满水后3个小时看一下，水位没怎么变化，说明池塘制作成功了。既然是养鱼，那必须得给它测一下水质了。好家伙，测出来的 pH 这么蓝，载10左右，这也太碱性了，可能是铺的水泥影响了水质。再测一下，原来清江池塘的水质在6左右，属于弱酸性，比较适合清江的生存。那怎么办呢？昆桑把池塘里的水全部排除，让水泥干燥几天，然后加水洗刷水泥池塘的底部，在上游和池塘连接的地方铺上自研的小石头，折腾了5天，水质会变好吗？我们测一下，好家伙，还是很蓝的了。昆桑又给池塘加了很多小石头，重复洗了几遍水泥地。几天后再次测一下水质的酸碱度，这次有改善了，水质来到了中性。昆桑听说沉木也会改变水质的酸碱度，把这根老沉木也放水里，它飘了起来。沉木不沉怎么能叫沉木？为了让它沉下去，底部绑上一块石头，然后安上一个过滤桶，让水循环起来。几天后再重新测一下水质，太好了，水质保持在了中性。3天后，在池塘旁边预留的泥土里种上植物，然后在沉木上铺上苔藓，把老池塘里夺出来的水草铺在池塘底部，在小鱼的视角观察一下，看起来还挺漂亮。捞几只小青江来试试水，先让它们适应几分钟，然后直接进池塘里，确定没问题后再捞进来更多的青江。然后是装饰池塘，把过滤桶放进这个垃圾桶里，保护好，盖上盖子，防止下雨。整个池塘算是完工了，虽然花了很长时间，最后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。看着小青江们在水里游来游去，这一切都值了。不过这室外的池塘建设完成的时候已经11月了，到了冬天，小鱼和植物会怎么度过寒冷的冬天呢？4个月后，随着天气变暖和，水温也慢慢的升高了。还好这里的冬天不太冷，木头上的苔藓和泥巴旁的植物都安全的过冬了，就是水草全部变成了黄色，好像没挺过去，有些苔藓也发黄了。水面上看不到清江的影子，看一下温度计，水温只有不到10度。把摄像头放水下看看，发现了很多小青江，原来它们躲在沉木下面，成群结队的游来游去。昆桑很好奇的是，野外的青江有的地方冬天零下10几度，它们是怎么度过冬天的呢？青江也会冬眠吗？好了，本期青江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